在过去的几年里，凡是有车商在马来西亚市场推出新车，不是电动车就一定是 SUV， 各种形态、各种尺寸的 SUV， 小的 SUV、中的 SUV、大的 SUV。可是这一次 Peugeot Malaysia 就走一步险棋，因为这个就是全新的 Peugeot 408，它是一个 C segment 的车型。那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 C segment 长期以来都被 Honda Civic 占据了这个大概70到80% 的市场占有率，然后其他 C segment 都是已经离开我们的市场，然后只有这个CBU 只能进口的 Mazda 3勉强可以跟 Civic 抢到一点 market。但这个 Peugeot 408呢，它是在吉打州 Gurun CKD 本地组装，所以它的售价是从146,000到196,000。分为3个款式，那我今天要拿的这个顶配的 GT 版，就是有60% 的第一批消费者都选择这个车型，所以可见于马来西亚人其实更多时候他们会选择 full spec 的车，而不是 medium spec 或者 low spec。所以今天这集呢，就跟大家简短的来分享一下这个全新 Peugeot 408是不是你在200千里面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在过去1-2年一直给人家问200千有什么车可以买。200千有什么可以买？我不要买日本车，我也不是很喜欢中国车。200千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会不会是 Peugeot 408？Let's see。除了吸引人的价格跟动力规格之外，我相信车头跟车尾造型是最多人会喜欢408的一个原因。那 Peugeot 经过这么多年，从很圆润慢慢进化到很 sharp， 很像一只狮子。那在之前的 Peugeot 已经有狮子的影子，那现在它就从狮子的影子变成整个就像一个狮子这样子，中间这边用了 Peugeot 全新的 logo。那 for Malaysia 呢，感觉上有一点像 Proton 的 logo 这样子，尤其它又是 P 开头的，这个眼泪式的日间行车灯，非常 sharp 的这个它叫 Peugeot Matrix LED 大灯系统是顶配的一个标配。那全新的 Peugeot 408在有的市场叫 408X， 在有的市场叫408 Fastback。那轴距是2787mm，Civic 是2735mm，所以轴距比 Civic 长。然后2787已经非常接近2800，因为一般我们说2800mm 都可以算是一个 D segment 的尺寸。但它跟 Civic 最大的不同是离地间隙是189个 mm， 就是这个地方。Civic 是134个 mm 左右，所以车身离地间隙是比一般的 Sedan 高了55个 mm， 也就让到它具备了 SUV 的离地间隙。但是它的车顶依然是一个 Fastback， 依然是一个 Coupe-like Sedan 这样子的一种车体线条。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车尾的话，看它有没有尾门，看到吗？它是连后挡风玻璃一起升起来的，所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Hatchback 造型。它既可以是一个 Sedan，它也可以是一个 SUV， 它也可以是一个 Wagon， 它也可以是一个 Fastback， 它也可以是一个 Crossover， 它也可以是一个 Hatchback， 它可以是 It can be anything。那新的 Peugeot 408有分为3个款式嘛，这个最顶配的408 GT 就采用了20寸的 Monolith 轮圈，是一个一体式整体式的车轮圈，不是一直是整片这样子的，这个也提升了车子的颜值，就是从车头车尾到车侧都可以给你一种非常 fashion 的感觉。如果车侧解释得不够清楚，我相信看到车尾你应该就明白我刚才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什么叫四不像，什么叫集合了各种车体的一个造型，因为它就好像是 Lamborghini Urus 这样子一个 Sport SUV 的造型，但它又不是一个 SUV。你看这个 Claw Effect， 这个怎么讲，好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感觉，然后它的这个 Rear Bumper 这边非常的大块，所以整个波旋上面就会给你真的是一种 Supercar 超级跑车的感觉。我认识很多人都很喜欢 Civic Hatchback 或者是 Corolla Sport 这样子的掀背式车型，但因为市场需求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子的量。可是 Peugeot 就告诉你面环弱，你要 Sedan 我给你 Sedan， 你要 Hatchback 我给你一个妥妥的 Hatchback。开口面积你要放小孩子的 stroller 你要放小孩子的一些各种露营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放进去，比 Sedan 方便很多。这个就是408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先开这边看有没有备胎，没有备胎，因为这个是这个 Focal 的音响系统，所以反而 Low Spec 的有备胎 ，High Spec 的没有备胎。Hatchback 最大的好处就是呢，像这样子的小孩子的脚车，其实在 Sedan 是很难放进去的，因为后面有2个轮会顶着。可是这个 Peugeot 408呢，
看到吗？它就可以整个脚车这样子放进去，然后我再放一个这个 scooter， 都还有位。然后因为这边偏高嘛，所以我要关的时候呢，完全不会顶到。You win some, you lose some。你得到一点，你也失去一点。你得到了 SUV 的上车方式，离地间隙非常的高，不用像 CV 这样子整个人蹲到低低，你只要轻轻松松就能够坐上来车厢里面。那你失去什么？你失去了头部空间。如果坐到直直的话，我的头部是完全没有空间的，一根手指都塞不下那一种。因为它用的是 fastback 的造型，因为你车子更高，然后车顶更低，就是会有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坐在它的后座，我都必须要把我的屁股往前移。当我把屁股往前移之后呢，我的肩膀，我就用着我的屁股跟我的肩膀来支撑着我的身体。我的腰部看到吗？我的腰部这边是没有东西可以去 support 了的，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它不适合我这样子身高人坐在后面啊。如果你是小孩子，3岁、4岁、5岁、6岁还可以。如果你的孩子已经18岁、20岁了，去买3008，去买5008、4008，可能不是适合你。那设备的话，2个冷气出风口，2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椅子的话，因为是一个 hatchback， 所以可以这样子直接去后面拿东西，这个是蛮方便的啊。然后扶手的话，它也有可以放东西，但它就不像 Peugeot 的 SUV 车型这样子，椅子可以前后滑动。它有没有倾斜的 level？ 好，我看一下。打了 ，OK， 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后面的话也不可以说它小了，因为毕竟你看轴距都已经差不多要到一个 D segment 的轴距了，好像 Camry Echo 的轴距这样子。可是就是有 win some 有 lose some， 像我讲了，我每次讲阿顿我都会讲一样故事的。你不要冒险，你就买 Passat， 你冒险一点点，你选阿顿，但是你选阿顿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没有头部空间。同样的 theory 也适用在 GLC Coupe、X3、X4、X2。头部空间主要是针对大人如果你是放2个 baby car seat 的话，这边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位置。然后这个 car seat 放在这边的话，腿部空间这边还可以，就 OK 了。这个是4岁，然后下面还可以放东西这样子。然后这个3岁的 ，OK， 这边会稍微也是够位了。Peugeot， 可以走。这个什么车来的？Peugeot。我试驾过 Peugeot 2008，我试驾过 Peugeot 3008，我也试驾过 Peugeot 5008，所以一坐上来这个新的408，给我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熟悉的抬头电子仪表板。它不是 head-up display， 因为它的 instrument panel 的高度就好像是抬头显示仪的高度。然后最高配的呢，它有这个 3D effect， 好像你看 IMAX 电影这样子，但是你不用戴那个 IMAX 的眼镜，就给你这个效果，这个高配才有。然后中间这一块荧幕呢，就是一个10寸的长条式荧幕 ，Wireless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然后高配的就给你多一个 toggle， 你可以多了更多的快捷键，调整冷气、ADAS、Seat Option、Climate 等等。然后在这个 iToggle 下面又有多一排实体按钮，所以它严格来讲可以说是什么东西都有了，就跟它的车身的 body shape、body type 一样。Wireless Charger 有 Type C 有，这边有面也是有多一个 Type C 的接口。然后你要放杯，这边2个杯架 ，Start Button 驾驶模式的这个实体按钮等等。当然我最喜欢这个 GT 版本，就是因为它采用了690瓦10个 speakers 的 Focal 音响系统，它用了12个 channel 的 Class D amplifier。那因为应该是法国品牌，它也是法国品牌，所以就法国跟法国强联手给你这个 Focal 音响系统。然后你注意看中间有这个 Center Speaker， 这个功率输出应该都蛮大。然后刚才我找行李箱空间底下还有一个 Subwoofer， 所以因为这个高配版GT 比 Premium 贵了3万块，主要就是音响系统是一个我现在坐的这个椅子呢，它是有按摩椅的功能，真的是按摩椅的功能不是那种假的怎么样启动按摩椅的功能？按 Seat Option 这边可以给你选择 Heating 发热椅或者是 Massage Seat。那注意它是 Passenger 跟 Driver 副驾驶驾驶都有。然后它有 Butterfly 的模式，然后你可以再滑，它有 Side to Side、Butterfly、Side to Side， 然后 Snake、Shoulder、Lumbar、Stretch、Wave， 还有这个 Cat Paw， 看到吗？如果你推车的话，它有这个360的推车镜头，然后你在ADAS 这边的话，它也有齐全的这个 ADAS 就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你可以全部都在荧幕调整。只是它那个 slide 过去这个东西有点慢就是要等一下，看到吗 ？Climate 要怎样去调整？比如说风扇要几大号，然后冷气要吹哪里，或者你要给它 auto 的冷气。那质感方面的话，我觉得椅子就偏硬整个坐起来的感觉。然后这边有它融合了ADAS 的材质，像这种好像奥坎塔拉这样子的绒面革 microfiber， 但是它也有这种
摸起来就好像你在3008看到那一种 hard plastic 又不是 hard plastic， 它是一个 soft 的 hard plastic，you know what I mean？ 它还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这样子，方向盘上面的 logo 也是新的，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这个车子它算是一个 premium car 吗 ？kind of sort of premium car， 一个相对比较 affordable 的 premium brand。听起来是不是很像 Volkswagen？这个 Peugeot 408呢，在它的主要市场都是卖 1.2L 3气缸 Turbo 引擎，2008的引擎，或者是 1.6L Hybrid 引擎。所以这个 1.6L 4气缸 Turbo 可以说是大部分是供海外市场，特别是像马来西亚这样子对排放法规、对 emissions 没有太过讲究的。所以这个 1.6L Turbo 引擎搭配 XP 的 Automatic Gearbox， 它不是那个旧的变速箱这新的变速箱，所以它一共有218个 PS 跟300个 Nm。那 Honda Civic 1.5L Turbo CVT 是给你182个 PS 跟240个 Nm， 所以就动力来讲，这个 1.6T 是比 Civic 的 1.5T 还要有力，还要强劲。3、2、1 go。这真的就是一个 hot hatch 的动力来的。倒 shift， 2000个 RPM 起就可以录到300个 Nm， 低转高扭力。所以这个300 Nm它已经是很多 2.0L 4气缸 Turbo Detune 的这个动力数据。所以 1.6 来讲，它可以算是你 feel 不到 1.6 啦。但是你比较容易察觉的就是这个引擎的，因为 CC 比较小所有小 CC Turbo 引擎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引擎在高转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声音明显是比大排量的 2.0L 或者 2.5L 还要来的大声这样子。悬挂还是一样有 Peugeot 的水准，偏低偏硬，但你稍微用力一点点去 push 你就会发现到它还是一个 SUV 来的。像我讲的，你赚到一点东西，你就要还回去一点东西。你还回去什么呢？你还回去你会 feel 到那个 body roll 是更加的明显，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要得到这个这么高的离地间隙。加速，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 powertrain 来的。因为它这个 XP Automatic Gearbox 它不像很多 Dual Class 这样子，它会 choke 它会有那个顿挫感，就蛮 smooth 的啦。Turbo 类会明显一点特别是你将驾驶模式回到去 Eco Mode 省油模式，它叫 Eco Mode 在 Eco Mode 的时候，你就好像从一个 1.6L Turbo 变成一个 1.0L NA 这样子，完全没有力，就电脑去 cut 掉这个供油了。OK， 我们回去最标准的这个 normal 模式。你看我一直要这样子，我看不到我 steering 顶着了。如果我 steering 还要再低一点，这是一种很违背常理的驾驶方式。因为通常我们都会把 engine， 我都会把 steering 调高，可是这个你必须要调低你才看得到东西，不然你就 block 着自己的这个仪表板了。OK， 加速。5-6千 RPM， 大概就是这种声音。所以它是一句完全不会给你感觉到 underpower 的 engine， 它是一个很刺激的引擎。只是说，它毕竟还是一个细声门。大家知道，所有的细声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讲相对，就好像我跟你讲 ，Civic 相对 Accord 来的年轻 ，Corolla 相对 Camry 来的年轻，是一样的道理来的。所以 Peugeot 408必须要保持一个这样子的姿态，一个这样年轻的姿态，才能够吸引到它的客户群。像我讲了，它的客户群应该不会是安哥啦。加速。它的强项主要还是在高速，就是在 highway 走100、10，再快、它都非常的稳。然后驾驶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仪表板的方式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它啦。每次我上来不就头1-2天都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接下来第2天、第3天过后，我上去别的车子，反而到我不习惯去了，你知道吗？
那悬挂软硬的话，因为它还是一个欧洲车，它的主要市场还是在欧洲，所以它还是偏向欧洲人的设定，就是偏 stiff 偏 firm 的一种 suspension。如果你硬要问我它到底是 comfort 还是 sport， 我会跟你讲 sport， 但不代表它不 comfort。当你在过bump过一些这种 road stripes 的时候，它过滤路面的这种碎震余震还是做到不错的，只是有一个东西就影响了整体的驾驶体验，就是这个打压真的是潮。不是很潮，是真的很潮那一种。因为 Goodyear 一个 F1 啊，它是向来都是一个讲求抓地力，讲求干地刹车，湿地过弯表现这样子的一个轮胎，它不是给你拿来，你知道吗？所谓的省油轮胎或者是静音轮胎等等，你要静音你去买，你知道吗 ？EV Tire、Turanza、EV、Turanza 6各种你知道吗？或者是 Michelin Pilot Sport EV、Michelin E-Primacy 这样子的静音轮胎，但呀，它是一个强调年轻运动化的车型，所以它不会给你什么很安静的轮胎好像 Camry 好像 Lexus 这样子的，没有，它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可能508是啦，I mean 508比较是一个 D segment 房车这样子，那它就房又不房车 ，hatchback 又不 hatchback，sedan 又不 sedan 的一种车型。那回到影片一开头讲的，Peugeot 408是不是200千里面最好的一个选择？这个东西要想一想再回答。因为200千呢，我们如果完全不要看电动车的话，你已经对电动车完全没有信心，不论它的 spec 多好，续航里程多少，电池多大，你都觉得这5年里面你不会买电动车 ，forget about it。讲你不要买电动车之后，你就要退下来，你就要看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车型有哪一些，然后你又不要 SUV， 坦白说你的选择不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讲这个车子或者 CV，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 Malaysia CKD 本地组装的 C segment。你不要跟我讲国产的 C segment 啊 ，Proton S 其实也叫自己是 C segment 啊 ，But hello， 你都知道那个是 B Plus 或者 C minus， 它不是一个 proper 的 C segment。因为这个车子它的价钱是从140，让我看一下啊。3个 spec 要记一下，146,055块、166,055块跟196,055块，3个 spec， 第一个 spec 跟第二个 spec 差2万块，然后这个 GT 跟 Premium 差了3万块。你多花3万块，你可以拿到东西，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的，但值不值得花这个3万块？我觉得20寸 Matrix LED 3万块，我会建议你啦，你买166千的就好了啦。然后你买166千的 Peugeot 408 Premium， 你再去换一个比较 performance 或者比较安静的轮胎，然后你再做好一点的 coating， 做一点钉的，把那个钱拿来做这些东西啦。但是你就会没有掉 4Core 影响。目前能够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你只有这样子的预算，真的就是你必须在 Honda Civic e:HEV 非常省油，非常有这个二手价的一个 Honda， 或者是你觉得 Honda 满大街都是，你觉得买 Honda 已经不在你的人生规划里面，你要买外国车，你要买进口车，你要买欧洲车，你要买法国车，你要买 ATAS 的 brand， 你要买 Premium 的 brand， 你要买外观造型人家看起来好像一个 Lexus， 好像一个 Lamborghini Urus， 你要跟人家不同，而且重点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现在是由 Stellantis Gurun Malaysia Sdn Bhd 自己拿来做，所以他给你的 warranty， 给你的东西，关于 spare part 等等 ，Stellantis 集团都可以更加有信心的去跟消费者挂保证，可以给消费者一个坚强的后盾，一个强大的 Stellantis 集团在背后支撑着你。那值不值得这个也交由大家自己去评断啦。或者第一批车主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准备要去考虑买 Peugeot 408的人一个准备，一个心理准备是这样子。那另外再补充一点，就是它是8速自动变速箱，也就意味着像我这2天加下来，我大概在 RPM 2200到2300，我就可以上到120、130，再上这样子。所以你的 RPM 会一直 keep 在2000转到2500转，你很难会超过2500转，那除非你是downshift 加速等等。那 highway 的话，它的整个转向力度是真的是很 firm 很 steady 的。然后你主要个车 downshift 4号牙 go upshift 5号6号7号8号
这个 Peugeot 现在已经不只是 Peugeot，因为现在是整个 Stellantis 在背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在日本车、跟中国车还有国产车太便宜了，它有没有机会在日本车跟中国车那边，中国车也没有出手弹呢？Basically 就是408 or Honda Civic，that's it，full stop，没有东西了。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